这是我见过最尖酸刻薄的小学生。明明对面有3个朋友，外加自己这个人类高质量男性，可偏偏准备了辆4座车。眼看媳妇儿被 F 帅掳走，大雄连锤爆1米高小学生的心都有了。祖国春风吹满地，蓝胖子你是真给力！为了拯救小学生的爱情，蓝胖子拿出交通工具鞋。可这么大的鞋，就算姚明来了也得自叹穿不上。但其实只要把双脚放入，再启动按钮，这就成了代步车。岂料大雄这车技还没出发，就差点撞到全身骨折。但只要控制好平衡，就会渐入佳境。蓝胖子身体前倾，化身老司机，时速80迈，竟然开着玩具车上了高速。大雄潇洒地感受着高速爽风，就遇到了小夫的豪车。眼看被俩小学生超车，小夫老哥路怒症顿时发作，一脚油门就要证明车贵是有道理的，输了车速不能输颜面。眼看大雄就要高速飙车，蓝胖子赶紧让大雄换挡，这下大雄彻底飘了，旋转了10086度后，这才站稳了脚步。两人化身飞机中的战斗机，再次无情超车，小夫气得差点原地爆炸。红叶美景近在眼前，可还没来得及欣赏，美景就已在身后，简直就是看了个寂寞。大雄再次换挡，变成了直升飞机。小伙伴们秋天有欣赏红叶的习惯吗？大饱红叶美景的眼福后，鞋子再次转换形态，变成了水上冲浪板。玩累的两人决定在自然的气息中小憩一下。直到这时，小飞行人才抵达。眼看熟睡的两人，虎父二人又打起了歪主意，偷啥不好，偷别人的臭鞋。启动按钮转换形态，可想象的水上冲浪却变成了潜水模式。眼看两人就要成为湖底养料，蓝胖子赶紧拿出机械手臂，一个巴掌救下两人。想玩您直说呀，我又不叫多拉小夫。众人人手一双鞋，踏上了新旅程。刚爬上一处陡坡，就步入了森林深处。但不要怕，鞋子配有探照模式。就在这时，静香的胸针不慎掉落，蓝胖子本想充当英雄，可大师兄出手更快。为了夺回女神的随身之物，众人竟把妹子扔在了深山老林，全去追起了大师兄。可大师兄一个跟头108000里，众人根本追不上。小夫再次转换模式，2轮变6轮，超越你我他。大雄细品都笑，这次真成了玩具车。即使小夫再完美的漂移，还是丢了猴哥的踪影。但胖虎瞪大小眼睛，看出了草丛有问题。可不是有问题吗？这么威武雄壮的棕熊精，神仙来了都打不过呀！蓝胖子再次升级鞋子，化身人间大炮，一发哑炮，竟然真把棕熊吓退了。大雄膀胱一扫，发现了媳妇儿的胸针，可宝石的美丽，就连乌鸦都无法抗拒。为了让媳妇儿高兴，大雄脚踏直升飞机，紧追乌鸦而去。眼看就要追上，可乌鸦一个虚晃，竟玩起了走位。人能上天，乌鸦看了都得怕，把袖珍丢进了石缝里。这难倒了大雄，却没能难住胖虎。可就算胖虎壮得像个250斤的胖子，也推不动上吨的巨石。鞋子再次化身成推土机，就要胖虎移山。可一人之力毕竟微薄，但团结就是力量。众人齐心协力，终于推倒巨石，取回了静香的袖珍。颜值高果然容易成为团宠。夕阳西下，众人乘着飞机鞋踏上了回程之旅。但小夫哥却苦了，11假期就不应该开车上高速。那么小伙伴们最想体验鞋子的哪个模式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个制片人真是恩将仇报，明明蓝胖子赋予了他生命，他就想着鸠占鹊巢，成为大雄家的新主人。人比人气死人，胖虎笔下的狮子如胖虎本人般威武雄壮。再看小夫的杰作，iPhone 13的相片也不过如此。至于学渣大雄的杰作简直奇葩，八爪怪加狮子头 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虎父二人的甜。如此践踏人格的奇耻大辱，大雄拉上蓝胖子就闭门骂狗。岂料蓝胖子是个老双标，笑得比虎父二人更凶猛。为了挽回已翻船的友谊，蓝胖子拿出了实体蜡笔。大雄以为有神笔在手，自己定会是神笔马良。岂料画技丝毫未进步，画还成真了。大雄自称画的是头狗，可陆木觉得像老鼠。但蓝胖子没上蹿下跳，陆木也无力反驳。可人家大雄明明要的是直接成为画家的神笔，蓝胖子觉得他是异想天开，稍微转变下方向，1笔、2笔、3笔，画了位画家，让他成为大雄的老师。少年意气风发，世界不足为惧。岂料画家大定一坐，就要先当个干饭人。一听说家里余粮已尽，画家直接进入了冬眠状态。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画饼充饥不就 OK 了吗？岂料大雄的画技简直离谱，甜甜圈愣是画出了翔的味道，就连画家都看不过去了。
夺过画笔，教了两人什么才叫甜甜圈。看到好评不断，画家化怒症顿时发作，满汉全席安排上。大雄渴望来台游戏机，可谁还不是个宝宝呢？眼看就要五杀，却被辅助抢了人头。画家顿时画出百吨巨锤，就要学哈士奇拆家。眼看老妈就要变成女帝，两人玩命似的带着画家逃离战场前线。岂料静香的颜值，就连纸片人都为之动容，称之为人间尤物，完全不管人家男人还在旁边呢。为了讨好静香，鲜花钻石通通都跟不要钱似的。可最懂静香的还是大雄，露天温泉安排上，水温正好，坐等脱衣，真是自家媳妇儿不怕别人看呐。蓝胖子只好掏出橡皮，决定擦掉。可画家的杰作岂容他人轻易破坏？可突然一阵妖风吹过，画家竟然上天了，一阵空中乱舞，画笔不慎掉落，被虎父二人捡了漏。画家最终自挂东南枝。还好大雄不像蓝胖子是个小短腿，成功救下了画家。画笔丢了，可画家却淡定得很。岂料虎父二人玩啥不好，偏要跑到神圣头上动土。两人瞪大小眼睛，不敢说一句话。可墙上的画竟然长了腿，在众人的眼皮子下不翼而飞。正当两人以为保住小命时，另一个神城出现了，铜板的光头，铜板的暴躁，虎父二人只能逃。大雄终于在空地上寻回蜡笔，可画家累得只剩一口气了。但他看到本区颜值天花板的老妈时，就口出狂言说她老，真是老心扎铁了。画家画出了所谓的完美老妈，满身的珠光宝气，顺便再求个偶。可大雄不听话，顺便再来个别人家的孩子，出木山2号，而且还要鸠占鹊巢。蓝胖子气得就要橡皮出击，可画家手里有蜡笔，只能先抢回蜡笔。追到客厅，蓝胖子被猛犬攻击，决定舍身取义，让大雄去抢。大雄虽抢回蜡笔，可纸片人一家杀气腾腾。大雄决定用笔自救，可大雄画的狮子毫无杀伤力。画家抢过笔，教大雄什么才是完美的狮子，结果成也狮子，败也狮子。那么小伙伴们画的最拿手的动物是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要瘦了，女人为了减肥能有多拼？上一秒刚立下紧实的 flag， 下一秒就吃嘛嘛香，程度好比中毒。自己想要做的事却要强忍着不做，简直惨绝人寰。还是大雄幸福，书包一扔就能随便去见周公。为了不让大雄成为3废青年，蓝胖子拿出上瘾药丸。蓝胖子，你确定没拿错道具吗？但道具不能只看名字，要看功效。比如让讨厌青椒的小孩同时吃下青椒和药丸，青椒就成了最爱。同理，只要大雄在学习时吃下，就会变成学霸。但大雄满脑子都想着作妖，拿出口香糖，决定拿老妈当小白鼠，这样老妈就没嘴吃零食，绝对能瘦个20斤。大雄真是笑出天际，感动上苍。谁知胖虎来砸门了，蓝胖子嗷的一声逃向2楼。胖虎难不成还能打到家里？岂料今天的胖虎出奇的友善，反手掏出2张通往地狱的火车票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都躲进壁橱了，还是没逃过胖虎这一劫。本想着找静香商讨策略，岂料静香精明的很，就算世界灭亡了，那我也是不在家。至于小夫那就更狠了，高科技安排上，就算坦克来了也没用。两人幻想因为听众少，胖虎大发慈悲取消演唱会，可胖虎的宗旨一直都是唱死几个算几个。既然躲不过，大雄选择迎难而上，又爱上胖虎的杀人歌声。胖虎已经开始练拳了，谁敢不来当场锤死，但横竖都是个死。小伙伴们选择痛快的死，也就只有大雄2人懂胖虎的真艺术。胖虎拿起麦克风就要唱个3天3夜，大雄怕极了，看着跟台风媲美的音波攻击，蓝胖子赶紧掏出药丸一口闷下，胖虎的歌声就变得宛如天籁。蓝胖子载歌载舞，扭得像个250斤的胖子。胖虎的歌声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小伙伴们不嫌事大，还来八卦，结果看到俩傻子相当亢奋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大雄竟然卖队友，抓住小伙伴们就要给胖虎上供。看到全员到齐，还都穿着应援服，胖虎相信这些绝对都是真粉丝。胖虎斗志满满，小伙伴们则人手一个药丸，只要胖虎一开上，立刻吞下。就算再强的音波攻击，那也美妙的绕梁3日，余音不绝。小伙伴们的欢呼声就是胖虎继续坚持的动力。静香爱了，小夫也爱了，还自创了属于胖虎的粉丝舞。夕阳西下，胖虎终于决定要闭幕了。可你问过粉丝的意见吗？这年头不把粉丝安排明白了，就算你昨天还是人气王，今天也能让你坐小板凳。胖虎显然是懂内幕的，麦克风举起来，扇子甩起来。左面的观众请举起你们的双手，右面的观众你们在哪里？
前面的观众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，后面的观众再热情一些。可毕竟是免费的演唱会，胖虎体力不支，请求结束。可粉丝还要再听500年，胖虎终于怕了，决定明天还开演唱会，才逃过今天这一劫。家中的老妈晚饭时间还在嚼着口香糖，蓝胖子为了快点听到胖虎的歌声，小短腿抖个不停。夜深人静，明明唱得如此爽，胖虎却做起了噩梦，被4名恶汉追着求开演唱会。谁知美梦成真，小伙伴们齐聚家中。如果唱了，那绝对是扰民；如果不唱，可能会被小伙伴们送走。那么胖虎该如何抉择呢？